为什么要让原来负责旅途计划？什么为什么？因为他有能力啊。有能力的人有很多。是，有能力的人很多，但是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是原来提议的，整个过程也是原来定的，那当然他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了。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说来有趣，我也就是最近无意间发现 ，SN 好像多了一个大股东，姓顾，而且恰好是在飞图与 SN 达成海外合拍协议之后，成为 SN 大股东之一的。怎么？你不会觉得我就是那个姓顾的吧？我不在乎那个人是谁，我只在乎他会不会伤害到原来。你是不是想多了呀？谁会伤害他呀？竟然，和你坐在这儿，让我想到了那年夏天，你和我还有 Alex 在迈阿密度假的时候。那一年，你非执意让 Alex 带病去参加那个什么夏令营，结果呢，在夏令营里面病得越来越重。我不过就是觉得一个男孩应该锻炼锻炼，我想让他快点长大。再说，我不想让我离婚的事影响到他。Alex 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坚强得多。行啊，你不用跟我说了，又是那一套，什么他现在经历的，你以前都经历过，是吗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日本陪他？竟然，其实呢 ，Alex 长大了。对于现在这个年龄的他来说，我这个妈妈已经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是有个好爸爸，能够给他一个好的榜样。Alex 他自己也经常提起你，我觉得在他眼里，我这个亲妈都不如你。我会找机会去日本看他的。原来也去吗？当然。一共16个项目，有10个都是静然主导的。他果然还像以前那样出类拔萃。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时候在日本参与并购的项目有23个，资金大概超过500亿美金。我还真是从来没有听他说过日本的事情。他还是像以前那样低调，这是他的优点，也是他的缺点。在职场嘛，你要是不吆喝，老板怎么可能看得到你的价值？你说是吧？也不全是吧，我觉得只要努力做事，老板还是看得到的。我记得当时他做的最出色的就是帮汉光收购了美极。美极当时是一家新兴的科讯公司，市值有540个亿，他用了160亿就收购了。消息公布当天，汉光的股票涨了120%，竟然就是竟然，挺厉害的。他这是怎么做到的呀？这个说来就话长了。职场嘛，收购的这些事儿，总免不了一些血雨腥风的事，不太适合你这样单纯的小丫头听。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的细节吧。我想问你啊，你以前有没有听说过汉光收购美极的案子？汉光和美极公司？当然听说过了，那是圈子里著名的大 case 啊。当年美极公司被莫名其妙做低估值那么多，汉光可是捡了个大宝贝。估
估值还能做低呢？傻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当时听说那个汉光的大老板雇了一个牛人，就把这个牛人呢安排在了美籍成为高管。在一次公司重大项目上，这位高管故意犯了错误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引发了山洪效应。最后呢，在短短1个星期内，公司市值被砍掉了2/3。2/3啊，什么概念？后来呢，汉光就趁机吸纳，于是就有了今天这样结局了。还可以这样啊？这可是商业犯罪啊！商业调查科都已经介入过了，可是不论直接的或是间接的，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来显示是这位牛人故意犯的错误。而且呢，在公司重大决议上，所有的签字署名上都是人美籍老板凯文的。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。唉，最惨的呀，还是人美籍老板凯文。后来受不了刺激，自杀了。他太太也没过多久跟着一起走了，听说是得了抑郁症，就留下一个10岁不到的孩子，是个小女孩。你说说这一家3口，多可怜。